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年会上，领导说今年销冠能拿到200万年终奖，可转头上司就对我说，公司降本增效，年终奖要打折。我以为他说的是所有人，结果被打折的只有我一个，转手还让草包同事接手我的职位。我心里了然，过河拆桥是吧？那我直接躺平摸鱼。后来公司业绩一滑再滑，就连之前谈好的大订单也纷纷退单。老板终于急了，跪在我家门口求资源。我一脚踹开老板，垃圾公司，就凭你也配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2024年，公司总营收16.7亿元，净利润5.3亿元，净利润同比增长5%。这个成绩在同行中是非常亮眼的，感谢大家的付出。为了激励先进，公司决定设立销冠奖，给2024年度销售冠军发放奖金200万。一听到200万奖金，台下顿时一片哗然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就凭我的业绩，我肯定是当之无愧的销冠。身旁的同事纷纷小声祝贺我，张哥拿了奖金，必须在瑞园请我们吃一顿呀。张哥，你是销冠，这200万奖金非你莫属呀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张哥，苟富贵勿相忘呀，记得以后多多提携小弟呀。我忍不住笑着敲了敲他们的头，低调点，领导还没宣布呢，这还没宣布谁是销冠呢，就有人在这儿庆祝，真是搞笑。平日里最爱钻营的同事赵阳出来嘲讽道，整天只知道喝茶陪酒的废物也妄想拿奖金，你怕是没睡醒吧？你以为打2个电话陪2次酒就是销冠了？真是天真，要像这样，那傻子都能当销冠。我知道他是眼红病犯了，不打算理会他。台上，领导激动道，下面请董事长宣布销冠名单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我宣布，2024年销冠是……我紧张地捏紧拳头，仿佛看到200万正在向我招手。旁边的同事暗戳戳地念道，张卓，张卓。赵阳在旁边不停地对我翻白眼道，叶剑锋，大家欢迎，有请叶总监上台领奖。什么？怎么会是他？明明我才是销冠，难道就因为他是销售部总监，所以所有的业绩都要算在他头上吗？周围的人愣了一瞬后，纷纷站起来鼓掌。叶总实至名归呀，叶总太厉害了。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，思绪万千。第二天，叶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张卓，现在行业不景气，虽然公司今年效益还可以，但是为了长久发展，公司决定年终奖要打个折，你多理解一下。下周就要发年终了，顶头上司叶总却在这个时候提出年终奖要打折。但一想到我刚谈成了一笔大单子，公司能狠赚一笔，我的年终奖应该不会少太多。想到这，我悬着的心又归了位。直到我看到老叶放在我面前的年终计划发放表时，我直接懵了。叶总，这年终奖打的是骨折吗？按照往常年终加提成，我再怎么也有200来万。怎么今年就只有2万了？我入行6年，除了第1年没业绩拿的年终是2万，其余时候都没下过100万，更不要提今年还有销售提成的钱。他抢走了我的销冠名头，领了200万奖金，难道现在连我的年终和提成他都想要私吞了吗？我放下手中的表格，客气道，叶总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的年终奖怎么才2万？要不麻烦您再核实下。
叶总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张卓，刚刚不是给你说了吗？公司收益下滑，所以年终要打折。我平复心情，把销售部年终奖发放计划表推到他面前。那为什么只有我的被打折了？的年终奖应该不会少太多。想到这，我悬着的心又归了位。直到我看到老叶放在我面前的年终计划发放表时，我直接懵了。叶总，这年终奖打的是骨折吗？按照往常年终加提成，我再怎么也有200来万，怎么今年就只有2万了？我入行6年，除了第1年没业绩拿的年终是2万，其余时候都没下过100万。更不要提今年还有销售提成的钱。他抢走了我的销冠名头，领了200万奖金，难道现在连我的年终和提成他都想要私吞了吗？我放下手中的表格，客气道：叶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的年终奖怎么才2万？要不麻烦您再核实下。叶总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张卓，刚刚不是给你说了吗？公司收益下滑，所以年终要打折。我平复心情，把销售部年终奖发放计划表推到他面前。那为什么只有我的被打折了？刚刚他给我年终计划发放表时，刚好这份计划表被夹带在后面。原本以为所有人年终都会被打折了，没想到只有我的年终被打了折。叶总似笑非笑道：因为你干的最少，出力最少，所以年终最少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是了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每天都是指挥手下的销售干活，我就陪客户喝茶，吃饭，联络感情，订单就来了。对了，因为你个人能力有限，公司决定对你进行调岗，由赵阳出任销售经理一职。想想还挺可笑的，公司的订单80%都是我拉来的，现在居然说我个人能力有限，让一个只会拍马溜须的草包同事来接替我的位置。我忍着脾气问道：之前的订单都是我拉来的，还有我刚拉来的5000万订单，这些怎么说？老叶向后靠在办公椅上，双手握在一起，斜了我一眼，慵懒道：打住，那可不是你的，是公司的。还有呀，5000万这个级别的订单，自然需要销售经理来对接，以后你听赵经理安排，做好分内之事就可以了。我才谈成了一次大单子，就对我调岗降年终，这是想要卸磨杀驴吗？可是为了这些单子，我亲自蹲守了甲方负责人，又是当保姆接娃送娃，又是当保安跑腿打小三的。眼看单子拉来了，要签合同了，居然这个时候给我调岗，摆明了是想吞了我年终和提成。2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好，调岗我认了，但是把我的年终和提成，请你1分不少的发给我。叶总眼里闪过一阵金光。张卓，按照普通销售员的年终，你只有2万。至于提成，谁签的合同，提成就是谁的。现在合同还没签，不能说这笔订单的提成是你的吧？我被老叶的无耻程度给震惊到了。合着我在前面冲锋陷阵，他们在后面坐享其成，周扒皮来了都得给他们点个赞。我在心里把老叶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。可一想到妈妈的病情需要用钱，我只能咬牙咽下了这口气。好，这笔订单的提成我不管，但是之前的提成，你最好1分不少的发给我，否则这笔5000万的订单我能谈下来，也能让你们空欢喜一场。老叶猛拍桌子怒道：你敢？我正色道：你可以试试。老叶瞪大眼睛盯着我，咬牙切齿，却又拿我无可奈何。
从老叶办公室出来后，正好看到赵阳在指挥人搬东西。张经理，不对，张卓，这间经理办公室我就笑纳了，你没意见吧？还有，你能力有限，干不了销售的活，以后就在销售部当个内勤吧。我面无表情道：随便你，你爱用就用。我的东西呢？他抬手指了指，那在哪边？我的个人物品被放在赵阳之前的工位上，还有部分物品被他们像垃圾一样随意地丢地上。我抬眼望去，围观的同事连忙移开视线，要么假装打电话，要么假装敲键盘，没一人说话。赵阳这时跳出来：今天晚上我在瑞园订了房，请大家赏脸，一起吃个饭，就当庆祝我第一天上任。刚刚假装忙碌的众人立马站起来，鼓掌欢呼：赵经理，您真大气！赵经理，以后我们就以您马首是瞻了。赵经理，跟着你才能吃香喝辣呢，你怎么不早点来呀？赵经理，以后我就认定你了。赵阳笑着回应众人，最后视线落在我身上，他说道：张卓，今天晚上你加个班，把大家的电话费、交通费补贴填了吧，大家把票都给他吧。一时间，众人纷纷把票塞到我桌子上，生怕塞晚了影响在新领导面前的形象。我看着面前杂乱的工位，低头笑道：抱歉呀，我要下班了。说完，我从一堆东西中翻出我的公文包，堆在桌子上的各类票据纷纷扬扬地洒落一地。在赵阳和同事们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我踩着厚厚的一层票据，提着包准时打卡下班，晚一秒都是对这打了折的年终奖不尊重。既然干不了销售，拿不了提成，那从今往后，我决定在公司躺平了。第二天，我卡点打卡上班，刚进门就看到两个人在我工位上翻东西。赵阳环抱着双手站在一边，见到我，赵阳斜了我一眼：张卓，你把大客户资料拿给我，我要去回访。我耸耸肩，指着乱七八糟的工位道：资料都在电脑里，电脑还没装呢。赵阳瘪瘪嘴：没装你就快装呀。我摇摇头道：抱歉呀，我要先去拉屎。说完，我哼着歌，大摇大摆地从赵阳面前穿过。磨蹭了2个小时后，我慢悠悠地回到办公室。才2个小时不见，我的工位像是被施了魔法般，变得异常整齐干净。我刚泡好茶，老叶就带着赵阳走了过来。老叶鄙夷道：张卓，赶紧把大客户资料发给赵经理，耽搁了订单，你担待不起，你可别想着藏私呀。我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叠资料，丢在赵阳面前：拿去吧，你们想要的大客户资料。赵阳喜出望外，拿着资料麻溜地离开。下午，赵阳气鼓鼓地从外面回来，再急匆匆地冲到老叶办公室。不一会儿，老叶带着赵阳站在我工位前：张卓，你怎么回事？大客户资料里面怎么没写个人联系方式，也没写回访注意事项？我笑了，我辛辛苦苦跑来的大客户，靠私人关系厚着脸皮求来的私人联系方式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给你们？况且客户和我关系好，才愿意给我私人电话。你既然要去拜访客户，按流程凭自己真本事去就行，何必在这儿狂费？我继续埋头整理票据，理好一堆票据，再慢条斯理地贴好。贴完面前全部票据后，我伸了一个懒腰，慢悠悠开口道：叶总，我一个内勤，每天就贴点票据，统计点表格，你说的这些我也不知道呀。老叶带着怒气道：这些客户不都是你拉的吗？我笑道：打住，打住，那可不是我拉的，是公司的。之前老叶讽刺我的话，
我再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老叶再也压制不住怒气，一把抢过我手中的票据，一边撕票一边念叨：“让你阴阳怪气，让你不听人话。”我鼓掌欢呼。叶总教训的是，我也是说这些销售乱报交通费，早就该整治了。叶总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撕的是整个销售部的票据，他丢掉手中的票据，怒不可遏。张卓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不想干，马上给我滚！围观的同事瞬间停顿下来，纷纷望着我。我悠闲道：“叶总想让我滚，那记得通知人事给我走辞退流程，还有 N+1的赔偿金别忘了。”说完，我坐下来，继续埋头贴票据。老叶指着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有种！”赵阳连忙扶住他，小手在他胸前轻拍，安慰道：“叶总，不管他了，不就是几个大客户回访吗？我就不信离了他，我们还干不下去了。”这时，行政的同事匆匆跑来，气喘吁吁道：“叶总，华泰说设备有问题，需要我们去调试，你快派人去看看。当初为了节约成本，公司直接裁掉了不太常用的技术维修部，让我们销售部兼顾设备调试和日常维护。之前客户需要维护设备，都是直接和我联系的。被调岗后，我就给所有客户打电话告知了此事，让他们以后有事直接和公司对接。所以今天行政才会接到这通电话。”老叶面色变了又变，公司许久没接到维修设备的电话，他们都已经忘了这一茬了。老叶语气软了下来：“小张呀，你去这华泰看看吧，务必把设备调试好，务必让客户满意。”我直接拒绝：“不行呀，我只是内勤，没资格去调试设备。”老叶一愣：“小张呀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，你快去吧。”我无语道：“我没赌气呀，这岗位职责明确了，内勤只负责内务整理，可没有调试设备的职责。叶总，你另请高明吧。”老叶面色一沉，对着我工位旁边的同事道：“小肖，你去。”小肖扭扭捏捏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叶总，我不太会。”老叶问了周围一圈，大家都表示不会。气得老叶差点把手中的茶杯砸了。赵阳刚上任，想表现一番，便迫不及待道：“叶总，我去吧，不就是调试设备吗？我看看说明书就会了。”叶总眼睛一亮：“好，这两个门外汉从未接触过医疗器械设备调试维修，以为维修医疗设备就和修灯泡一样简单。要真这么简单，那些医疗器械工程师岂不是全都要失业了？”我端着茶，无语地摇摇头，真是无知者无畏。赵阳走到门口，又转身来了一句：“那个华泰是什么设备来着？”我一口茶喷了出来，这也太虎了吧！连啥设备都不知道，就敢口出狂言。我只能在心里给他疯狂点赞，66666呀！不出所料，去客户那维修设备的赵阳一直在群里发问如何检修，如何拆机。见没人搭理他后，他在群里说了一句：“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”后就消失不见。结果第二天，客户直接打电话到行政部投诉，赵阳把设备彻底修坏了。客户要求赵阳赔偿相应损失，否则就起诉公司并取消后期订单。听说老叶连夜带着赵阳去华泰赔罪，只是不知结果如何。第三天早上，老叶组织销售部开会，老叶一见到我，如见到杀父仇人般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张卓，因为你，公司损失了一大笔钱，这个钱必须从你头上扣。我翻了个大白眼道：“你没事吧？公司的损失又不是我造成的，凭什么扣我钱？”赵阳在旁边骂道：“
你要是去维修设备，这设备能坏吗？我告诉你，都是因为你的自私，这些设备才会坏的。这些损失就应该你来承担。这是赵阳闯祸了，想让我来当这个冤大头，真是刷新我了对他俩底线的认知。我冷笑道：我倒想看看你如何让我承担损失，难道这财务部也是你俩说了算？老叶冷哼道：我已经上报给总经办了，你等着吧，今天就会出结果。恰巧这时，老叶的电话响了，看到是总经办来电，老叶直接按了免提。叶总，你好，此次是由销售部而起，事件造成的后果也应由销售部承担，因此董事会研究决定，赔偿款从整个销售部的年终奖和销售提成中扣除，不够的部分再由公司解决。听到这，会议室里响起了阵阵吸气声，这意味着整个销售部今年的年终和销售提成全泡汤了。另外，因为这件事影响恶劣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，总经理决定给予你和销售部经理记大过处分。正式通报稍后会通过官网发布，希望你们吸取教训，再接再厉。老叶客气地挂断电话，而后满脸颓废，瘫坐在椅子上。下面的人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议论纷纷。这货是赵经理惹的，凭什么扣我钱？就是凭什么扣我们钱？我还指望拿了年终和提成回家过年呢，这下好了，钱没了，我该怎么回家过年？叶总，凭什么扣我们钱？又不是我们犯的事。我不服，就是我不服。看到下面的人群情激愤，老叶强打精神，安抚道：大家别急，此事说不定还有转机。现在离过年还有1个多月，只要我们在这1个月内做出成绩，我就去求总经理给大家发年终。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，大家快去跑业务。老叶带着赵阳亲自上门去谈那5000万的合同，可惜他们负责人去海外考察项目了，合同一时半会儿签不了。老叶又带着赵阳去其他大客户公司，结果却连门都进不了。别人一听说是销售的，立马被请出去。他们一直以为我是背靠公司才侥幸当了个销冠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这6年我为了跑订单、拉业务，熬了多少夜，赔了多少酒，装了多少孙子，才换来这些业绩。我手里的部分客户基本上只认我，甚至连公司叫啥名都不知道。如此折腾一番后，新的订单没拉来，原本签订的大单也听到我的遭遇后，厌恶了公司的做法，纷纷退单。公司业绩一滑再滑。不要说发年终，照这样下去，恐怕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总经理终于坐不住了，他亲自到销售部给我们开会动员，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拉订单，还点名让我再接再厉，再创辉煌。我笑着婉拒：总经理，你说笑了，我就是一个销售内勤，可没资格去跑客户。总经理眉头一皱，简直是胡闹！叶总监，你居然安排公司的销冠当内勤，你是嫌公司销售业绩太好了吗？你要是不想干就滚，一天就知道瞎指挥，限你半天之内解决此事，不然就滚。总经理，您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叶总唯唯诺诺的答应，双手不停地抹额头上汗。总经理不知道我被撤职了吗？不用想，他肯定是知道的。经理级别以上的任职都需要他签署，他甚至是比我还早知道我被撤职了。只是他和老叶他们一样，认为一个背靠公司的销冠而已，不足挂齿，换了就换了。现在发现少了我这个销冠，公司的订单量直接暴跌，才来找补。可惜晚了，
这个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付出、值得我留恋的了。我准备走人了。我回道：总经理，不用了。总经理没想到我会当众扫他面子，他面色一沉道：张卓，我承认你有些本事，但是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见好就收。我笑笑道：总经理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不愿意干销售了，至少目前我不想给贵公司干销售了。不是看不起你们，而是我真的想说，在座的都是垃圾，公司在你们这群人手里，迟早玩完。说完，我比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，再嚣张地离开。我彻底得罪了总经理，当天人事就通知我去办理离职手续，走辞退流程，还爽快地给了我 N+1赔偿。这倒是意料之外。原本想等拿了年终和销售提成，带妈妈去做手术的。现在虽然没有年终和提成了，但拿了赔偿金，手术费大概也够了。我带着妈妈做了手术，这期间许多之前的客户打电话邀请我入职，要么是去做销售经理，要么是去做设备维护工程师。我想了想，依旧婉拒了他们的好意，因为我打算自己创业了。销售干久了，这里面的门路我早已摸得清清楚楚。供应商是现成的，不用找；客户是现成的，不用找。最大的难题都解决了，我还怕啥？干就完了。我拉了些投资，利用之前的各种资源，干起了医院器械经销。还好之前5000万的大订单还没来得及签合同，这大单必须我自己吃下才行呀。我带着资料来安康集团签合同，刚好遇到他们一台设备出了故障，巧了这台设备我会修，于是我二话不说，开始上手修设备。修完设备出来后，在厕所门口遇到赵阳，他见我满手油污，嘲讽道：哟，张经理，销售行业混不下去，你来当修理工了？赵阳大踏步在我身边来回转悠。张卓，我真当你是个人物呢，结果离开公司你就啥也不是了。啧，真是可怜呢。不过你要是服个软，给我道个歉，我可以在你老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要不然我就把你之前的光荣事迹告诉你们老板。你猜你会不会被开除？我真的会谢。我面无表情推开他，好狗不挡道。赵阳一个踉跄，终于站稳了脚。他气急败坏道：你等着，不让你吃这个公司滚蛋，我就不姓赵。我翻了翻白眼，懒得理会他。真搞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些人老是想要找存在感呢？收拾妥当，我去何总办公室签合同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老叶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他讲了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，里面除了他和赵阳的笑声，再无其他。我敲敲门，走了进去。何总看到我，笑了笑：你终于来了。我朝他眨眨眼睛。叶总巴巴地看着何总与我互动，眼睛快要喷出火来。赵阳看见叶总的脸色，马上指着我义愤填膺道：何总，这人是我们公司的前任销售经理，因为品行不端被总经理开除了，你可不要被他骗了。他最会阳奉阴违，索要回扣了。你把这样的人留在公司，就是在自己身边放一个不定时炸弹。何总，你还是把他开除了好，不能让他影响贵公司的声誉。何总面色平静地看着他，老叶也冷笑道：何总，这种品行不端的人就应该封杀他，让他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。还是你仁慈，给他工作的机会。难怪前段时间没有同行的销售公司邀我去工作，原来是这个老东西在从中作梗。不过他口中的封杀，除了恶心，对我来说也没太大影响。我听悦了，想恶心一下两人，便拿着合同在两人眼前晃了晃。我不是何总的员工，
我是来同何总谈合作的。你们看，5000万大单呢，就差何总签字了。”老叶和赵阳瞪大眼睛看着合同，不知心中在想啥。我把手中的采购合同放到何总面前：“何总，采购合同我方已经签好了，烦请你签字。”何总嗔怪地看了我一眼，拿起笔刚准备签字，赵阳猛地扑上来，用身体挡住合同：“何总，不能签，你已经和我们公司谈好了，怎么能跳单呢？你这样可不道德。”叶总也反应过来，连忙从包里掏出合同放在何总面前：“是呀，何总，你应该和我们签合同才对。”何总放下笔道：“我什么时候和你们谈好了？”赵阳抢道：“半个月前就谈好了。”何总，你这么大一个老板，可不能言而无信。何总向后靠在办公椅上，饶有兴趣道：“谈好了？谁来谈的？你有证据吗？”赵阳急道：“就是他，何总，之前他代表我们公司来谈的。”何总乐了：“可是他和我谈好了，关你们公司什么事？我从来都是和他谈的，又不是和你们公司谈的。你让开吧。”何总推开赵阳，在我的合同上签了字：“张卓先生，合作愉快，你俩走吧。看在熟人的面子上，我就不找保安，请你们出去了。”叶总和赵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。我笑了笑回道：“何总，合作愉快。”拿下第一个大单子后，我的信心爆棚，开始把目光放在公立医院。毕竟之前公司80%的单子是靠我，另外20%的单子是靠招投标拿下的。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污蔑我，欺负我。现在我要和他们好好玩玩。最近市医院要更换一批 CT 机，招标文件已经挂在了官网上。我踩着截止日期提交了资料。到了竞标那天，不出意外，在现场遇到了老叶和赵阳。听说他俩现在日子不好过呀。之前因为赵阳修坏了客户的设备，整个销售部的年终和提成都被扣了，整得下面的人怨声载道。老叶还梦想着签下5000万大单，扭转乾坤呢。结果5000万大单被我截了胡。听说现在总经理天天开会，亲自上阵督促销售情况，要是每天的销售任务不达标，就扣倒工资。如此一来，销售部的人日子简直就是煎熬，每天辛苦加班跑业绩，结果还要被反扣工资。因此，越来越多的人熬不下去，纷纷辞职走人。现在人少到老叶和赵阳不得不亲自出来跑业务了。老叶看到我，嘴里动了动，我热情地和他打招呼：“嗨，叶总，你们也来竞标呀？怎么样，有希望吗？”叶总不理会我，旁边赵阳也白了我一眼。我接着道：“悄悄告诉你们，你们没希望的，这个标我们公司也要截胡。”老叶和赵阳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赵阳想要骂我，被老叶拦了下来。我忍不住在心里嘀咕：这老家伙有长进呀，居然没被激怒。我挤到老叶和赵阳中间，凑近赵阳耳边道：“你们那套把戏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已经提前打点好了。今天这个标是我的了，劝你们认清现实，不要到时候空欢喜一场。”我又对老叶道：“老东西，一把年纪了还不回家带孙子，你就不怕以后被你儿子扫地出门吗？你个老壁灯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天天啥也不懂，还装着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这老板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才把你留在了公司。一无是处的垃圾老家伙，今天见识之后，就赶快回家带孙子吧。”老叶额头鼓起的青筋，暴露了他此刻的内心一定不平静。我接着在他耳边骂他，他想骂回来，
可是好像有什么顾虑般，一直紧捏拳头，无声忍让着。2个小时后，终于开标了，老叶他们中了标。老叶和赵阳松了一口气，老叶对着我哼了一声垃圾，便转身离开。我跟在他们身后念叨，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一次还会是你们中标，因为领导说最后再照顾你们一次，下次就会把你们踢出局了，珍惜你们最后的高光时刻吧。说完，我狠狠地撞向赵阳的肩膀，然后从他俩中间插过去。赵阳一把拉住我，我忍不了了，他妈的贱人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杨院长在，你永远没机会。下次、下次还是我们赢，你趁早滚吧。原来他们的保护伞是杨院长，老叶他们送礼行贿杨院长，所以才能源源不断地赢到竞标。杨院长透露标价，干扰竞标过程，再拿高额回扣。双方合作共赢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市医院一直都是老叶他们中标。之前销售部被老叶和赵阳恶心到后，平时干这事的同事就把他收集到的证据一起给了我，希望我可以出手报复老叶他们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去举报，他说他不敢，他得罪不起这么多人。好吧，又是想让我当出头鸟，可是这个出头鸟我还就当定了。不管是为了报复老叶，还是为了抢生意，我都要搞他们。我把证据全都提交给巡视组，因为证据齐全，巡视组高度重视，立即安排工作组入驻市医院，专项调查违规竞标事宜。2个月后，巡查结果出来了。杨院长因为收受贿赂，在招投标过程中为他人提供便利，扰乱竞标结果等多个原因，被抓了进去。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。而老叶和赵阳因为行贿罪也被抓了进去。最值得高兴的是，因为人为插手招标，所以上次招标结果不算，市医院又重新组织了招标。不出意外，我以全场最低价中了标。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看守所的老叶，他被气得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老叶和赵阳被抓后，原公司的整个销售部门陷入了瘫痪。这时，总经理终于想起了我，他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把我堵在了家里。哎呀，张经理，转了一圈，不得不承认，公司离了你还真不行呀。你看，要不明天回来上班？我没想到总经理这么拉得下脸。总经理，上班就算了吧，我以什么名义回去上班？公司连年终和提成都不给我发，我才不要回去。总经理咬咬牙，你瞧我这人真是忘性大。张总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销售部总监的职位就是你的了，还有去年的年终和提成，一分不少的发给你。我双眼一亮，还有这好事？真的吗？如果贵公司愿意把去年的年终和提成发给我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总经理拍着胸脯道，放心，立马安排。晚上，我的银行卡就到账了300万，真好，我的年终和提成回来了。总经理的电话也随之而来，李总，办公室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你看你啥时候来上班？我忍不住笑道，明天一定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总经理亲自开着车来接我上班。公司大门口挂着几条横幅，欢迎李总回家。全公司的员工都站在大门口，一见到我走近，大家纷纷鼓掌欢呼，欢迎李总回家。砰砰2声礼炮在空中炸开，彩色的丝带在空中飘飘扬扬，连带着灰尘一起落了下来。我侧身躲着，不想让这些麻烦落在我衣服上。总经理又亲自带我到办公室，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办公室，我忍不住想要高呼一句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
总经理离开后，我便躺在沙发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追剧，日子过得好不自在。半个月后，总经理关切地问我销售额完成了吗？我立马掏出电话问了销售经理，销售经理遗憾地表示还没有。我遗憾地转达了销售经理的话。平日里最爱钻营的同事赵阳出来嘲讽道：经有半个月后，总经理又来了，依旧问销售额的事。我重复上次的流程，结果还是一样，遗憾地转告他没完成。总经理终于憋不住了：张卓，我们请你回来是想让你想办法提高销售额的，不是让你天天喝茶看手机的。我摸摸脑袋问道：总监不就是喝茶看手机，安排下面的人干事吗？再说我可安排了经理去拉订单了，他们完不成任务，那是他们能力不行，把他们撤职换掉就行。总经理你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我是故意的。他再次将我赶了出去，我乐呵呵地离开，年终和提成拿到手就行。我可不是真的想当这个总监。从这以后，我的公司顺风顺水，年年收益上涨，规模一再扩大。为了规范管理，我打算找一个职业经理人帮我打理公司。我坐在面试官席位上，看着对面正在面试的前公司总经理徐凯，心里忍不住叹息：真是风水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呀。其他面试官对徐凯印象都不错，可我直接否决了，因为他的工作作风虚浮，头脑简单，不适合我们公司。毕竟连销冠都敢动的人，脑回路是真的奇特，我不敢用。经过挑选，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职业经理人，有人帮我稳住大后方。我在前线奋勇拼搏，不到3年，我的公司变成了地方有名的大企业，而我也成了地方有名的企业家。经历过艰辛波折后，人生从此尽是坦途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